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麦。如果看过上一个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，我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去欧洲背包旅行，全程18天7个国家，独自旅行。我把链接放在评论区里，喜欢旅游的小伙伴一定要去看看哦。最后呢，我想总结一下这次背包行的旅行经验。这次旅行从计划请假到出发也就2到3周的时间，算得上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了。先来说说我觉得做得好的地方。第一，制定大计划。一般去旅游的时候，我都会制定每天具体的行程，但因为这次是背包行，我觉得要随性一点，所以只定了在每个国家停留具体的日期。等到了当天再制定具体的行程规划。这样的话，如果我突然想去哪些地方，就可以临时调整行程。第二点，充分利用时间。这次大概2周半的时间，我去了7个国家。从交通工具来说，如果有飞机的话，会优先选择飞机，因为时间最短，当然不能太贵。火车的话，我会优先选择早上或者晚上的班次，这样可以留中间的时间用来在市中心逛逛。比如我从布达佩斯去维也纳坐的是下午3点半的火车，那我早上和下午的时间就可以在市中心逛逛。到维也纳是下午5点半，正好赶得上晚上7点在金色大厅的演出。第三点，控制预算。这次2周半的行程，我的总共基本消费包括交通、住宿，大概是9000块人民币，当然不包括我的吃，还有一些购物。那其中在瑞士的5天是住在我朋友家，节省了很多开销。其他的住宿我都是住在青旅，那价格就会很划算。再来说说可以改善的地方。第一点，提前1到2周订青旅。我出门旅行一般不是很担心住宿，因为我的经验是越临近越便宜。但是这次因为是圣诞节，游客比较多，我在布拉格的青旅是提前1天订的，没有订到女生房间，所以只订到了混合房间。第二点，衣服永远不会太少。我的背包是50升，那也算是中等容量了吧。这次我觉得我带的衣服已经很少了，有一袋换洗的内衣，2件毛衣，2条裤子，1件穿在身上的羊绒大衣，1件塞在背包的羽绒服。然后没想到的是，欧洲的古着店又便宜又好看。我去每个城市都会顺便逛一下，那最后加起来又买了2件毛衣、1条裤子、2件外套，所以最后除了身上的背包，我还有一个大的袋子要拎回来。第三点，考虑带小相机。这次我带的是索尼的 FX30小型摄影机加2875的镜头，确实是有点沉的。我觉得我下次旅行的话，应该会带运动相机，只需要记录一些旅行的片段就可以了。最后说一说拍照，可能有些人觉得自己出去旅行的话，没有人帮忙拍照，但我觉得这个要看你想要什么样的旅行体验。如果你想以拍照为主的，需要在一个景点待很长时间，那还是需要一个会拍照的朋友一起会比较好。那如果你像我一样，对照片要求比较随性一点，我路过一些好看景点的时候，会请路人帮忙拍照。这个时候我就会观察路过的人，有的时候我需要叫2到3个人才会拍到我想要的效果。我的很多照片都是笑到模糊不可以用的，但有的时候我找的第一个人就可以拍出大片。所以这个时候真的要看你的运气，我觉得这个也算是旅行中的一种乐趣吧。好，那现在我来介绍一下我的背包。这个是 Osprey Van 系列的50升的背包。首先声明一下，这个不是广告哦，金主爸爸快来找我。然后这个背包首先顶层有一个拉链的设计，在哪儿呢？在这呢。这里我用来放一些充电器，可以方便拿放。侧面有2个口袋，我用来塞羽绒服。下面有一个专门装睡袋的拉链口，我用来装拖鞋。然后内部有一个分层，我用来装电脑。背部呢有透气背负系统，调节到最合适的位置，可以分担肩膀的压力。然后后面的空位我用来装几本书，方便在等车的时候看。然后里面就是放一些衣服了。最后强调一下，我这个50升的背包还是需要买额外的飞机行李额的，因为它超过了免费的手提行李额大小，还是要买一件大件的手提行李额。你可以在买机票的时候买，也可以在登机的时候买。那当然，登机的时候可能价格会稍微贵一点。这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背包介绍了。
我也是刚刚买到这个包，所以还在使用的过程中，以后我会再继续分享一下使用的心得的。我有过很多国家的独自旅行经验，所以我不建议没有经验的朋友一开始就去独自长途旅行。每个人的性格不同，感受也会不同。所以呢，我建议从1到2天的短途旅行开始尝试。我喜欢 solo trip 的原因之一呢，就是可以很自私的根据自己的想法做任何事情。如果在途中感受到孤独的话，可以试试和亲密的朋友联络。其实青年旅社是一个交朋友的好地方，或者报名城市的1日游团也是可以社交的好选择。白天社交，晚上有自己的私人空间，这样也是收获满满的旅程啊。我现在回到伦敦了，但也会继续记录我的生活和在英国旅行的经验。如果你想要看我下一个视频，那就点击关注吧。那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